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永磁同步电机的一个 RM export 建模的过程。整体的它这个建模过程呢和三下一步电机类似，有一些小的地方有不同。这地方还是一样操作，咱们打开这个桌面，然后点击 Max View，点击 RM export，然后这地方呢选上，这地方咱们要选择调速同步电机，也就是咱们的三下一步电机，点击 OK。OK 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界面。还是同样的，咱们以这个做好的给大家展示一下，需要设计哪些参数。点开这个模式以后呢，这地方需要设置的参数呢，比这个三下一步电机要少一点。这地方呢，这个电机的类型调速同步电机，这不需要咱们再设置了，刚才已经选择过了。其次，它的级数这地方呢，咱们还是选择一个4级的电机。然后是转子的位置，我们知道这个永磁电机它有内转子也有外转子，这地方咱们选择一个内转子啊。然后其次这两项呢也是一样的，是这个摩擦损耗还有覆膜损耗，这地方呢摩擦损耗咱们给12，覆膜损耗给0，这些地方给0不是说代表它没有这个损耗，只是地方的给0呢，就是在现在这个设计阶段呢不需要考虑，但后面它的实际计算出来的结果这个损耗是有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参考转速，因为咱们这个是同步电机嘛，4级的，那同步电机它的同步转速就是1500转，这地方咱们就给1500转就行了，因为它是一个同步旋转的状态。然后是它的控制类型，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可以是直流、交流或者是 PWM， 这地方咱们是一个交流的永磁同步电机，这地方选择 AC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它的电路类型，这地方呢也有很多种电路类型，根据你实际需要的，这地方咱们选择这个就可以了。好，点击确定。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和三项一步电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地方多出来一个电路设置，因为呢，有的直流电机呢，它这个地方是直流的话，这地方需要设置它的电路，这地方咱们是交流电机，这个地方点开，这是不需要你们设置的，就不用点了。然后是定子设置，定子设置呢也是类似的，它的外径、内径和长度，这地方咱们外径给120，内径给75，长度给65。同样呢，也是它的一个叠压系数。我们知道这个定子它也是硅钢片叠压起来的，这地方呢还是给0095。然后是硅钢片的类型，这个地方硅钢片类型呢还是选择 DW315。310-315这个类型的硅钢片，然后是它的槽数，定子的槽数，这地方我们选择定子槽数是24槽的一个定子。然后槽型，这地方槽型咱们选的是1号的这个槽型。然后这个地方是斜槽，斜槽咱是不斜槽的，这个地方斜槽就给0。然后是槽的一些参数，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和三项一步电机有什么不一样呢？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Auto Design， 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个勾选上的时候，你只需要设计2个参数。那它其他的参数怎么办呢？其他的参数呢，这就 RM export 呢，它会自动给你计算出来它其他的参数是应该多大，这就是它一个比较智能的地方。你也可以把这个勾去掉，去掉以后，对吧？它你看出来，这些就需要你再自己填了。如果你把它勾上，这些就不需要你再填了。同样的，你如果把这勾去掉，还会发现又多了一个，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平行尺，你还要设计它是否是平行尺的状态。这个地方呢，咱们把它设置它一个自动计算就可以了，只需要给出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槽口宽度，还有这个地方的高度就可以了，其他的参数会自动计算。然后是扰阻设置，和这个三项异步电机的扰阻呢是其实一样的，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转子不一样，定子呢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一个扰阻的层数，我们选的是一个单层扰阻。其次它的扰阻的类型，这个地方我们选的是全连式的，也可以选半连式的，或者其他自己定义也都可以，这地方咱们选全连式的。然后是并联支流数，咱们这地方选并联支流数为2。
然后是这个参数，这个地方给0不是说没有，不是说它里面没有扰阻，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地方给0它是会让你进行一个自动计算的，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它给0这些东西给0并不代表它没有，而是 RM 它会进行自动计算，不需要我们再进行人工的一个操作。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对这个些我们需要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变扰根数，我们选2，然后这个地方的线径这个地方，不可能说是0的吧？不可能说没有这个统线嘛？这个地方给0呢也是它后期会自动计算的。然后是后面的这些个参数也是和之前的那个一样的，这地方给0呢也是会自动计算的，不需要我们做太多的设置。然后是转子就不一样了，转子我们知道永磁同步电机它的转子是永磁体，对吧？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设置的是转子的外径、内径、长度，这个地方长度和定子是一样的。然后是转子，它需要一个也是硅钢片，也是需要附一个硅钢片的材料，这个地方咱们选和定子一样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它也是需要一个电压系数的，这地方咱们选择这个电压系数还是0.95。然后是它的这个极的类型，我们知道它永磁体有很多种类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同心式的，它这2个弧度是圆心是一样的，这呢就是不一样的偏心式的。然后其次还有内置式的，这个前面这个都是表贴式的，后面还有内置式的、镜像的、切像的等等，这选择你自己需要的。我们这个地方选这个表贴式的，这一号类型的这个永磁体就可以了。设置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设置它的一个永磁体的一个参数。这地方永磁体的参数呢，首先这个地方是极弧系数，极弧系数呢，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永磁体它占这个级数的一个比例。如果你这地方设置是1，那就是说它整个就是1级，整个就是永磁体。其次呢，这个地方是偏心，这2个参数呢都是可以大家自己尝试一下，设置不同的参数呢对电机有不同的影响的。然后后面咱们会介绍到利用一个参数化的设计来设计这2个参数，或者是设计它这个接下来这个永磁体的这个厚度，永磁体的厚度。然后这是永磁体的类型啊，咱们选择这个 XG196-96的这个类型的这个永磁体，这个地方选择合适的你需要的永磁体就可以了。其次呢，还是一个转轴的设置，也是一样的，和三相一波电机，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转轴是导磁的还是不导磁的，这地方咱们把这个勾去掉，也就是说它是不导磁的一个状态。然后是它的求解器的一个设置，这地方咱们添加这个求解器，然后就会自动蹦出来这个窗口，这个窗口咱们设置一下，看一下这些参数的意思。这个是它的一个运行类型。我们知道刚才咱们是选择的是3相异步电机，因为咱们的是选择的时候它就是 motor， 也就是说它就只能是电动机，不能是发电机。这地方呢你能看到它这个地方呢是 machine 也就是说它可以是电动运行，也可以发电运行。那这里呢我们选择是它是一个电动机的状态，大家也可以试试发电机。然后是它的负载类型，也是刚才咱们之前提到的，是这地方选择它是恒功率运行。然后是它的一个额定功率，这个地方咱们是功率比较小，就是550瓦的一个电机。然后其次是它的一个额定电压，这地方给220伏，然后是它的转速，额定转速，也就是它的重复转速，给1500转就可以了。然后后面这就是需要你设置一个域的问题，你是频域分析还是时域分析？这地方呢，咱们选择时域，一般都是时域，选择时域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确定，然后咱们检查一下，都是勾，说明你这个模型至少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运行的，可以进行仿真的。然后咱们仿真一下。
好，仿真结束了之后呢，这时候咱们能看到它已经跑完仿真了，这个结果呢都在这里面能看到，是它的这个电压、绕组的电压、电流等等，然后还是一样的，咱们可以看它的一个报告，这个地方是点击它的那个 solution data， 然后还是要检查一下你设计这个电机到底符不符合要求，还是最基本的那几个参数，比如说这地方的曹满率，对吧？我们说过这个曹满率不能太高，至少小于这个80%。这地方呢，曹满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曹满率是合格的。然后是这个它的一个效率，咱们要找一下它这个效率。能看到。看到这个效率啊，效率在这个满载的这个数据里面，效率呢也是比较高的，91%点几。因为永磁电机一般这个效率都比较高，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之一。这地方效率也是符合的，然后是看它的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参数，定子尺、定子锷、转子尺、转子锷，还有气息的一个磁密，基本上也是符合要求的。这些没有问题之后呢，还可以这地方查看它的一个曲线，比如说它的效率和这个转矩角，还有它的这个相电压等等。然后呢，咱们介绍一下，如果你想对它进行一个参数化的设计该怎么办？这地方呢，咱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之前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几乎系数。如果你想让这个几乎系数是一个变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固定的，咱们这地方可以给它一个变量，对吧？这个地方你看它就会自动识别到你这个变量。那这地方我们就让它等于 0.7， OK， 等于 0.7。那这个系数等于 0.7， 我们想对它进行一个参数化的扫描该怎么办？这地方增加，在这地方我们添加一下，这个地方就会识别到这个几乎系数这个变量。我们比如说想让它从 0.7 到 0.95 这个之间，我们比如说取10个点增加过去，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就会仿真从 0.7 到 0.95 每个点都会中间会给你间隔出来10个点，都会给你仿真出来，然后点击确定 OK， 这地方能看到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说明你参数化扫描添加成功了，然后咱们给它重新仿一下，检查一下没有问题，然后仿真一下。好了，这个跑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变化。这地方咱们可以选择创建它的一个快速的报告，比如说咱们想看它的感应电动式，点击 OK， 这时候你看到它就跑出来了，就1、2、3、4，从 0.7 到 0.95， 每隔一个点，你看到吗？它都仿真了一次。这个时候，如果你在 0.7 到 0.95 之间，你不知道哪个参数是好的，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仿真，然后通过观察它的这些产报告，比如说你觉得哪个转矩曲线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你就找到它对应的这个几乎系数，这个时候找到它对应的几乎系数之后呢，就说明这个几乎系数是比较好的，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就设置成你想要的几乎系数。通过这种参数化仿真的方法呢，也就可以极大的简化你的工作量。这种操作方式呢，其实在 Maxview 里面也是一样的。这整个 ASIC 它有这个操作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通过这个
操作以后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把这个给它导入到 Maxview 里面是怎么样的呢？这地方一样的，创建它的 Maxview 2D 模型，这地方能看到，它会让你选择你是想选取哪一个几乎系数来进行创建的。咱们这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选一个 0.8，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创建出来的 Maxview 2D 模型，它的几乎系数就是一个 0.81 的状态。点击 OK。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机它就会自动把你的这个模型全部创建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它创建的这个模型啊，和刚才咱们做那个3相异步电机的不太一样。这个地方它只创建了一个1/4的模型，而刚才咱们创建的那个3相异步电机的一个模型却是一个全模型。这地方呢，其实就主要在于一个，它这样创建1/4的模型呢，就可以极大的简化它这个计算量。我们知道这个电机的是一个对称的结构，你1/4和1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如果你只算1/4的话，它对它这个计算量就是一个很大的简化。如果你想要一个全模型，你就想要一个全模型，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这里，这地方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就是设置你具体是几。你是4，它就是1/4；你是8，它就是1/8。如果你把它设置成1，确定，然后能看到，这时候得到的就是一个1/1，也就是一个全模型状态。这地方呢，我们拿这个做好的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模型就是已经做好的一个3相的一个永磁同步电机。咱们这个地方以它的1/4模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之前咱们讲到，这里求解析这个地方设置成这个保存每一个步长保存1次。那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这些个场报告的查看方式和这个3相异步电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这些是它的一个场报告。那同样的操作，你看这地方已经画好了一个气线，自己也可以画一个气线出来，就按照之前3相异步电机的操作一样的，画一个气线，出来以后呢，这里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创建出它的这个气息次幂，也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地方创建场报告，这地方选择气息线，然后选择气息次幂，确定。我们看到这就是它的一个气息次幂的一个情况。